上，形形色色的生物造就了生生不息的生态系，也提供我们生存所需的资源。这些生物是经过长久的竞争与选态所留下来最适合生存的种类。每个物种展现了不同的生存策略，在演化舞台上各据一方，构成美丽的生物多样性世界。不同于伏击与猎捕，其他昆虫为了生存，也展现了令人赞叹的生存策略、防御与诈术。究竟谁能通过这个残酷的竞争，谁又能够取得最后生存权？昆虫世界里，肉食性昆虫借由特化的口气、强健的肌肉、快速的捕食速度，称霸昆虫擂台。但是，看似弱不禁风的小型昆虫们，也有一套活下去的本事。它很微小，微小到在叶尖、叶背、树干表皮留下一个小小的讯号，也不会被发现。但当它集结成为一群，力量就能展现。它可是世界上最会打团体战的生物之一——菊尾蚁。菊尾蚁与其他蚂蚁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后腹柄节着生在腹部背面上，透明如蜜囊的腹部有如一颗小水滴。行进间，腹部常常向上高举着，昂扬的腹部和尖锐的蛰针，凶悍的像是警告着所有的虫类少惹我。菊尾蚁致命的攻击武器不是腹部尾端那个蛰针，而是头部那对坚硬的大颚。当他们与敌人交手的时候呢，会用大颚猛烈的攻击，咬破敌人坚硬的外骨骼，最后呢才会用尾部的那个蛰针喷出毒液来，重创敌人的伤口，就好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，造成2度伤害。它的大颚前缘呈锯齿状，用来撕裂、切割食物。大角度的开合相当于人类的手，可以用来情报猎物。菊尾蚁腹部尾端的蛰针往内连接一个毒腺，能高速喷发具有刺激气味与腐蚀性的蚁酸。这团烟雾状的蚁酸足以瘫痪猎物的嗅觉、视觉，或是灼伤体表。受到惊扰时，巢内部的菊尾蚁就会启动防御机制，倾巢而出。来势汹汹的蚁群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，先锋部队的工蚁立即冲上前去，狠狠咬住敌人的脆弱处。哪怕大他好几倍的敌人如何扭动企图挣脱，菊尾蚁也绝不轻易松口。直到敌人精疲力尽的那一刻，菊尾蚁攻击才算胜利。肥硕的幼虫随即被拖进蚁巢，蚁群们也开始肢解虫体，分食猎物。
也以为菊尾蚁专找行动缓慢、无还手能力的弱者下手，即使面对行动力更强、能蹦善跳的直翅目昆虫，菊尾蚁大军也毫无畏惧。蚁群们一涌而上，爬满猎物全身，充分发挥群体战的功效，克服与猎物体型大小差异悬殊的问题。它们不停地以尖锐的大颚展开攻击，拉扯触角，猛咬足部节与节的间隙，牵制猎物的行动力，削弱它抵抗的力量。被蚁军分解、瘫痪的身躯，即使拥有最强悍的武器大颚，此时也无用武之地，只能任以宰割。菊尾蚁的行为虽然凶悍，但是有些弱小昆虫却可以和它建立互利共生的关系。例如，体型瘦小、移动缓慢的蚜虫或介壳虫，会分泌蜜露，吸引菊尾蚁前来取食。同时，菊尾蚁也会驱赶它们的天敌。乍暖还寒的3月，大批蚜虫恣意吸取植物的汁液。对于不会反抗的植物，蚜虫绝对是赢家。但面对环伺的肉食性昆虫，行动力差的蚜虫，到底有何秘技来保全性命呢？在弱肉强食的昆虫世界里，蚜虫分泌蜜露，吸引菊尾蚁取食，换取菊尾蚁的贴身保护，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。菊尾蚁不时会用触角轻轻拍打蚜虫腹部，似乎是彼此相互沟通的方式。蚜虫被拍打后，也反射性地翘起腹部，分泌出一种甜甜的蜜露。蚜虫以吸食植物汁液为生，如细针状的口器能刺穿植物外皮，深入内部组织，吸取植物汁液。但植物汁液中主要成分为碳水化合物，含量远高于蚜虫需要的氮养分。蚜虫消化道的前端不会筛选植物汁液内的成分，直到消化道的中肠部位，相当于人类的胃与小肠。植物汁液内含的碳水化合物会被过滤，只有含氮化合物才会被选择性的吸收。于是蚜虫为了摄取足够的含氮养分，只能不断吸取植物汁液，但拼命进食的结果，身体所需的碳养分，也就是糖类，早已超出需求，所以过滤后就直接从肛门排出。这一颗颗称为蜜露的水珠，正合菊尾蚁的胃口。当菊尾蚁一靠近，蚜虫就会将腹部抬高，挤出一滴晶莹的蜜露。菊尾蚁利用大颚，将一颗颗蜜露衔进口中，吞了下去。当然，有时也会将美味食物储存在嗉囊中，再带回巢中回吐给其他同伴或幼虫。在这个昆虫生死擂台上，蚜虫和菊尾蚁可以说是互蒙其利。蚂蚁得到了营养的食物，蚜虫们也换得蚂蚁的照顾与保护。
有的时候菊尾蚁也会为它们照顾的蚜虫盖一个简单的纸巢，好保护它们的安全。因为不能飞又逃不动的蚜虫，柔软多汁，没有反抗能力，是许多肉食性昆虫美好的食物。像是瓢虫或者瓢虫的幼虫，就把一只只蚜虫视为珍馐。蚂蚁因为被蜜露吸引而来，自然的就担任起蚜虫的护卫者，驱离这些可能取食蚜虫的敌人。身为护卫者的菊尾蚁，保护蚜虫的招数可说是千奇百怪。第一线的工蚁一旦发现敌人接近蚜虫，便会不停地摆动大颚威吓。更积极的，还会用大颚迅速啮咬，拖延敌人的攻势，同时散播化学气味，召唤同伴。赶来支援的蚁群机动编成一组突击队伍，迅速地分别咬住瓢虫的不同部位，其余的则找空隙推挤、喷乙酸，再次重创敌人的伤口。由上空俯视广大的战场，另一只瓢虫得以避开菊尾蚁的包围，趁隙快速攻抵另一群蚜虫聚集的地方。一经前哨的菊尾蚁侦测发现，散发的化学气味一如空袭警报的鸣声，就能召唤邻近的蚂蚁兵团，发动另一波虫海攻击。蚁军快速围剿的游击战奏效，瓢虫为了保命，也得悻悻然快速爬行离开。无论蚜虫遇到什么危险，蚂蚁就是会挺身而出。当蚜虫栖息的地方缺粮，蚂蚁还会将它搬到食物充裕的地方去。这群性情暴躁如火、不断以积极进攻取胜的兵团，但他们建筑蚁巢可没那么躁进。菊尾蚁是单一蚁后社会，工蚁具多种形态。一个成熟的聚落个体数通常可以达到10万只以上。菊尾蚁筑的巢只会在活的树上或植物上，原因是蚁巢必须仰赖植物维管束的运作来调节蚁巢内的温度。枯死的蒲倒的树干不会是它们筑巢的栖地。在木本植物的枝干上，菊尾蚁大批工蚁衔来树皮、纤维等建筑材料，一点一点的将分叉枝干层层包住，来造窝。一团近乎圆形的纸巢，就是菊尾蚁的王国。菊尾蚁蚁巢具有多个出入口，透视蚁巢可见其中的大小通道，巢里大小不一的通道各有功能。小通道可通风，大通道用来搬运物质。聪颖的蚁群还会设计各个通道孔间彼此错开，不要在同一个直线上。如此一来，层层叠叠的大小通道，再加上有兵蚁的驻守与防卫，可以避免敌人直捣或重创重要的蚁室。虽然对于蚁室的分布与功能设计，蚁群已经相当花巧思了，但难免有因外力因素遭到破坏的最糟状况。
灾难来临时，蚁群看似急得像走在热锅上，但其实还是依照每个的职工分配在进行紧急应变。工蚁们率先将卵、幼虫与蛹搬往安全的巢室中。这些小幼苗们可是这个王国的未来。已经暴露在阳光下的幼虫或蛹，尽责的工蚁们会义无反顾地保护这些脆弱的孩子们，以恰到好处的力道夹住幼虫，快速地穿梭，疾走在树干枝条上，往隐秘的巢穴内部安置。各个通道或孔道的工蚁积极侦测、探查外界的状况，并散发化学讯息给后端的支援者，随时准备应战，保卫家园。至于看似尊荣的蚁后，在危险来临时，只能自求多福。因为没有工蚁有闲暇的功夫照顾它逃亡。菊尾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做出反应，是由于它们拥有很好的化学沟通能力。它们可以从身体各个部位释放出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。这些同伴根据释放的化学物质种类或者释放时的环境来判断，它们究竟是一种警告讯号呢，或者是预诱信号呢，或者要它们做其他活动的讯号。能够发挥这样子的高效率，完全是由于他们擅长用化学信号来做沟通。夜晚对于菊尾蚁来说是修补巢穴的好时机。大批工蚁不需要睡眠时间，以夜色为掩护，循着前哨兵的化学讯号，开始出动去找建材。修补的建筑材料可能是一小支枯叶纤维，一个断裂的小叶缘，也可以齐心合力搬回小种子，甚至是一大块的树皮纤维。只要蚁巢附近有足够的修补材料，再加上工作的蚁群有足够的体力，在一夜之间，它们就能够把破坏的蚁巢修补完成。千万不要小看每一只蚂蚁，它能够搬动比自己体重大5倍的这个物体。可是我们看看一只成年的亚洲象，它最多能够搬动的物体重量，也不过自己体重的1/5重而已。一如菊尾蚁的工蚁们，将蚁巢维护得万无一失。这棵山桂花上的卷叶象鼻虫，它们手脚之细腻，让这个叶包有如一个温暖的摇篮，因此它们又有摇篮虫的别名。棕长颈卷叶象鼻虫，在还没规划制作育婴房前，雌雄虫的生活重心就是不停地吃，各自悠哉着。但对于迎接新生命、开始制作育婴房的重要时刻，往往由雌虫承担所有的工作。卷叶象鼻虫妈妈开始找合适的叶子来盖育婴房。它看起来像是漫无目的的散步闲逛，其实是靠着足与触角上发达的感觉毛来选定合适的叶子，好为宝宝造个安全的窝。卷叶象鼻虫择叶的方法完全是一种物理现象，就是弹性力学。在动脚制造叶包之前，雌虫会来回检查叶面的弹性。太嫩的叶子弹性不够，太老的叶子又过于强韧，都不适合用来做摇篮。
所以它纯粹是靠折叠以卷法来完成一个完美的叶包。母的卷叶象鼻虫选定这不太嫩、不太老的叶子，开始从上端割下一道笔直的切线，用力地切过叶片中肋的位置，刹那间树叶一分为二。用嘴巴将叶脉由上往下戳了一个个的小洞，将叶片的纤维组织破坏。等会儿好将叶片折卷起来，接着站在叶中脉尾端，利用六足来施力，一方面先将叶片对折，一方面也可柔软叶片。左右两边的角，一边抓住叶片，一边向内卷起，再不断地用六足的力量，将左右两边的叶缘收折起来，形成一个圆筒状，一边还用力地往上旋转，卷起来。脚的力量不够，加上运用头部，将越往上越突出的两侧叶缘凹折，顶入叶卷中。卷到一定程度，卷叶象鼻虫妈妈会停下动作，在叶包上咬破一个洞，转身将腹部伸进洞中产卵。最后做完整体的检查，一切 OK 后，剪掉叶包，让宝宝有一个吃住无虞的安全窝。卷叶象鼻虫妈妈的筑巢工作就算是大功告成。卷叶象鼻虫做好的摇篮，靠着叶脉内残存的水分，使得叶包维持柔软的状态，好让摇篮中的幼虫仍然可以吃到新鲜的食物。掉落在地面上的叶包，还是有被掠食者发现取食的危险。除此之外，这些掉落地面的叶包，大多还是能够透过伪装的效果，隐藏在枯枝落叶之中，让天敌难以发现。叶包内的卵一经孵化，幼虫就可以取食身边的叶子，迅速地发育成长，并且在叶包中化蛹，直到羽化为成虫才离开叶包。但是接下来这个大家伙没有亲代可以倚靠，他只能靠他自己的特殊能力、保护色以及化学武器，争取生存擂台上的胜利。阳光和煦的雨林世界，温润舒适的，让人不禁慵懒了起来。在这看似一片祥和的栖地，
隐藏在林间、夜间随时候叫的选手们，正提高警戒，在场边小心翼翼地暖身着，等候夜晚的降临。夜间，擂台上的好戏正要上演。不同于近身肉搏，这号选手更擅长伪装与防卫。金田氏大头竹节虫一身鲜绿，体型粗壮，六足肥厚，与一般修长的竹节虫身材不同，外形看起来绝非是擂台上的天生赢家，但他却拥有独特的自卫招式，出奇制胜。没有了利齿和锐爪，金田氏大头竹节虫如何保护它自己呢？我们发现，它利用身体的颜色与鳞头叶相似的这个特点呢，躲在鳞头叶凹陷的这个地方，或者是在叶鞘的这个基部。其实天敌很难发现它。白天，金田氏大头竹节虫躲藏在一大片林头丛间，林头是它们唯一的食草，也是它们的家。布满尖锐的叶片，就像是遍地荆棘的阵地，对它们来说，也是个天然的防护网。躲在叶鞘基部的它们，伸直六足，身体贴平叶片，几乎就与叶子融为一体。善用保护色，成为保命的第一招。直到傍晚，它们才陆续谨慎地爬出叶鞘，取食叶片。不同于柔弱的外形，咀嚼式的口气一运作，就展现了刚强的力量，连叶缘坚硬锐利的小刺都一样照啃不误。只要被它们取食过的鳞头叶片，都可以很清楚看见啃食过的痕迹。物竞天择是演化的原动力。金田氏大头竹节虫虽然有鬼斧神工的伪装能力，但面对天敌的捕食压力，从卵被产下的那一刻起，就展开与天敌间你抓我藏的激烈竞赛。拥有独特科纹的虫卵，像是植物的种子，远看又像它自己所排放出来的粪便。有了又厚又硬的卵壳保护，除了可以混淆天敌的注意力外，也能避免微生物的寄生。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对手，除了靠精彩的伪装来做防备，被发现时还是得用各式各样的求生技巧来逃生。这种体型粗壮的竹节虫，还能有什么惊人的绝招呢？喷射催泪弹绝技。很少有竹节虫家族的成员能像它一样，从胸部背板两侧的小孔高速喷射出具有强烈味道的化学武器了。金田氏大头竹节虫体内有一个会分泌防御性物质的腺体，这个腺体被肌肉控制着。当受到外界的刺激，肌肉一收缩，就能够控制腺体喷出防御性的物质。这些肌肉同时也可以控制腺体喷射的方向，同时往前或同时往后，朝着敌人的方向喷射出防御性的液体，就像军舰上的炮管。金田氏大头竹节虫的喷射孔洞可以灵活调度角度，发射刺激性的分泌物质，击退来袭的敌人。这股浓浓的气味喷在天敌体表形成的刺激性，会让捕食者觉得厌恶、不舒服，落荒而逃。这一次，金田氏大头竹节虫获胜。
擂台上的短兵相接，随着逐渐散去的气味而落幕，这片林头再次回归宁静。台湾具有良好的植被及温暖潮湿的气候，在潮湿的森林内或边缘活动的竹节虫，体型大多纤细修长，具有很好的保护色。竹节虫家族除了金田氏大头竹节虫体型较肥胖外，其余的竹节虫看起来大多细长，有如一节会走动的树枝，具有极佳的保护色。除非正在行动中，否则遭遇危机时，身体会保持静止。利用高明的伪装术，活脱脱的就和树枝没两样。若是伪装术不幸被识破，一有惊扰或碰触它，竹节虫就全身僵硬，像死虫一般。这是因为神经反射造成肌肉僵硬，产生假死的现象。皮竹节虫平时伪装成树枝，当风吹来时，皮竹节虫左右摇摆自己的身体，模仿树枝的摆动。风愈大，摇得愈厉害，充分融入自然环境的律动中，在擂台上竟然不容易找到它的身影。如果不小心和敌人狭路相逢，它还有特别的逃生技术。就是断肢求生。他们干脆把足丢掉，送给敌人。若虫断掉的足会在每一次蜕皮之后，一点一点的长回来，形成一个像燃烧后的线香留下的线香脚。但是成虫的脚一旦断掉了，就不会再长出来。很多动物都具有再生的能力，譬如说蝾螈啦、蚯蚓啦等等，昆虫也不例外。但是竹节虫的再生能力就是比其他的昆虫要来得强。竹节虫要历经好几次蜕皮，才能从弱虫成长为成虫。倒挂是它们蜕皮时常见的姿势，靠着它们足上的爪及爪尖体，可以轻松地抓牢枝干吊挂，借着地心引力协助挣脱旧皮。竹节虫得把握时间，否则时间拖太久，旧皮开始干燥，足就可能被扯断在里面。另外，有些有翅型的竹节虫，如6点流胸竹节虫，在遇到危险时还能展翅飞翔，逃离现场。在缤纷的生命里，昆虫使出各种浑身解数，为自己争取活下去的机会。它们掌握最佳时间点，以高明的伪装术诈骗敌人，以出人意料的化学武器突击，和得以成功的蜕变。竹节虫才能确保在残酷的生存擂台上活命。生存的考验也从未放过那些在林间花间泥地里辛勤工作的蜂群们。面对生存与族群延续的严苛挑战，蜂群又将拿出什么法宝应对？不同于社会性的蜜蜂，细腰蜂是个独行侠。不同于竹节虫的防御，是为了保全自己。细腰蜂的雌虫们处心积虑的防御工程，却完全是为了下一代。为了下一代，细腰蜂妈妈在产卵前会到水源地吸水，再往松软的沙地上慢慢地释放出口里的水分，以便将沙泥土
缴获出一颗粘稠度适中的泥球，或是直接飞到饱含水分的泥地，利用平整的大颚刨刮表层泥土，再配合前足不断的揉搓，渐渐成为小泥团。施作的过程中，恰到好处的含水量，让泥球具有一定的粘性，不会松散垮掉。一个重量适中，足以夹起飞行带走的泥球，不到1分钟就大功告成。细腰蜂妈妈衔着一颗成型的泥球，找到适当的地方，准备盖一个足以供应宝宝吃住无余的泥窝。精明的细腰蜂妈妈可是有独树一格的建筑工法，一颗颗的泥球材料会被慢慢的堆砌上去。它们利用触角当作丈量工具，口器和前足并用，像是水泥刮刀，直到留下一个恰可容身的洞口，细致与精准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外观看似简陋粗糙的泥巢，干燥硬化后就成了最坚固舒适的堡垒。完成度达90%的坚固小窝，对细腰蜂妈妈来说还不及成功的一半。接着，蜂妈妈还得在产卵前准备下一代生长所需的存粮，并为泥窝砌上牢靠的大门，才算是大功告成。细腰蜂完成泥巢以后，会到处捕捉适合大小的蜘蛛，它们把蛰针刺到蜘蛛的体内去，注入适当的这个麻醉剂，麻醉蜘蛛的神经，但是不会让蜘蛛死亡，避免蜘蛛在途中苏醒，增加搬运的困难度，同时也让细腰蜂的幼虫它有新鲜的蜘蛛可以吃。这个是跟时间赛跑的防御公式。细腰蜂妈妈不但是厉害的建筑工程师，也必须是厉害的猎捕高手。细腰蜂妈妈带着第一只战利品回到泥巢，细腰蜂妈妈以口器衔着已经被麻醉的蜘蛛，以后退的方式拖进泥巢。这个姿势有利于细腰蜂妈妈在第一只蜘蛛身上产下宝贵的卵。它得大量猎捕小型的蜘蛛，准备足够的食物量，使细腰蜂宝宝有足够的养分，能够发育至化蛹。接下来的猎物就不必这么大费周章。细腰蜂妈妈会直接将麻痹的蜘蛛陆续塞入巢中，直到储粮数量充足。接下来，细腰蜂妈妈会再搬来泥球，这次是为了开始将泥巢封口。这个泥巢除了保护下一代免于外来的天敌干扰，还具有调节温湿度的功能，让蜂宝宝像是在一个育幼箱中成长。每一个泥窝就只产一颗卵，它们把卵产在蜘蛛身上，最后呢，再用泥封住这个巢口，防止天敌入侵。孵化的幼虫到化蛹前都以巢内的蜘蛛为食，这些食物刚刚好够一只细腰蜂发育到化蛹。
细腰蜂幼虫阶段就是不停地吃。幼虫在充足食物量的供养下，体型快速长大，接着就吐丝结茧，化成蛹。羽化后，成虫咬破泥巢封盖钻出，展开全新的生活。不同种类的细腰蜂筑巢的方式也不同，有些细腰蜂利用现成的木头洞穴，有些选择往地底挖掘地道。他们筑巢的目的，都是为了让下一代安全的成长。这类型往地心挖洞的细腰蜂，喜欢选择易于挖掘的泥沙地，以及充足的阳光处筑巢。裸露的荒地或是泥土路，就能让这群蜂妈妈们挖地洞，作为安顿下一代的巢穴。这只蜂妈妈碰到麻烦了。先前麻痹成植物虫状态的中丝，不断遭到蚂蚁前来分食，逼得它还得夹抱起中丝低飞，以甩开这些食客。直到食客们散去，蜂妈妈才得以安心地将猎物拖进洞穴，再将地穴洞口填实起来。细腰蜂顺利地将猎物拖进洞穴产卵后，会再次利用刨出的沙土回填洞穴，避免天敌的搜索。细腰蜂封盖离开后，会继续寻找下一个适合筑巢的地点，充分展现它的选择行为。构筑防御工事、施用诈术、邀人助阵等生存策略，有如万花筒般令人赞叹。生物间相克相生，使得自然界维持稳定与平衡，是地球珍贵的资源，急需我们关怀与保护，才能生生不息。